大家好，我是微庄主啊。最近几天呢，黄金、白银大幅度的回撤。那么好在呢，我们的老读者呢，在大幅度回撤的前几天啊，就从市场里面出来了。那么现在大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何时能够再次入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那么黄金、白银就是商品，它整个处于长周期的什么位置？将来的空间可能还会有多少？那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呢，就是说，黄金跟白银呢，它确实是过去几年是牛市，但它还没有处于牛市时代。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它的牛市时代？我们看哈，这个是白银跟标普500的套利 K 线哈，从1896年开始，整个这个套利 K 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70年代开始，我用这个蓝笔画这样的一个图。什么叫套利 K 线？套利 K 线就是很简单啊，用白银除以标普500指数，标普500代表着美元资产的核心资产，对，美股的核心资产。那么当它整个往上走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往上走的时候，就是白银大幅度的跑赢美股，这样子，对吧？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底部结构上去，大幅度的跑赢，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科网泡沫破裂之后，股市往下走，对吧？白银超跑了10年。现在又是处于一个这样的底型结构，这个底型结构已经构建了5-6年了。我们可以放大来看哈，正好处在它突破的这个位置。那么一旦突破之后呢，往上走呢，代表什么？代表着商品资产将开始大幅度的跑赢美国的股市。那美国股市又是美元的核心资产，那就代表着全球我们正在站在一个门口。什么门口？就是全球的资本发生流转，从股市走到商品市场，对吧？所以呢，在一个底型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黄金白银涨了不少，可是没有到牛市时代。为什么？因为跟它同涨的还有其他的股市，但是一旦它跑赢之后，才到了白银或者黄金或者商品的时代。这个时代它超跑所有的主流资产，这个才叫它的时代，它的时代还没有到。那我们再看呢，大家可能会说，现在最好的资产应该是纳斯达克，对，在纳斯达克里面去选的话，应该是美国的科技7巨头。好，那我们来看纳斯达克的套利 K 线。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反转，是快速反转，对吧？那么在这反转之后往上走，说明什么？白银跑赢纳斯达克10年。那现在又处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5-6年的底部结构，这个底部结构要比这个还要更大，它上冲的力量还要更大。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对比的是70年代，看70年代一个大型的底部结构，对吧？这个是金融危机，这个是康波周期，60年康波周期的萧条期，货币信用下降的那一个时候。那么我们说，我们可以对比70年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就算不对比纳斯达克，我们对比纳斯达克当中的最好的龙头科技7巨头Facebook 那些，我们回来看。但是因为这个指数很短它是2024年才开始，也就是说后面这一小段没关系，我们也把这个拿出来看这是月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有一个压力带，一旦要是向上突破，也就是市场现在在努力的来突破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突破的过程当中，商品市场的波动一定会比较大那么一旦突破了之后，就不仅是黄金、白银跟商品的牛市，而是牛市时代，就是它超跑所有的主流资产所以我自己呢，就是说总结这个你们在别的地方看不到这就是我自己的总结，就是通过我的研究的一些总结，就是说什么叫牛市时代？牛市时代就是它必须显著跑赢其他所有的主流资产，你所有什么就是纳斯达克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跑不过我都跑赢其次呢，它的涨幅要大到超出常识难以置信。这个主流资产它这个涨幅，按照你以前过去10年过去20年的经验来说，你不太敢相信它会有这样的涨幅。那我们看在我们刚才已经看过这个灰色的套利 K 线，就是白银跟标普500长达100多年的一个套利 K 线。我们说在70年代后期有3次，70年代之后有3次的资本流转。我们看资本流转发生之后，就是资本的翻转，就是
从一个全球的资金资产从一个主流资产跑到另外一个主流资产，这个过程发生之后，白银的走势是怎么样？第一次70年代白银的走势是1899%，什么意思？将近20倍。那么在第二次2000年的这一次，白银是上涨了700%多，7倍。这一次呢，这个底部结构正在突破，正在形成。所以呢，黄金、白银也好，还是其他商品也好，我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商品牛市时代的门口，它还没有完全开始，虽然它处在牛市当中。所以从长周期来看的话，黄金、白银未来还是很有，就是我原来那句话哈，我几年前讲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机会，商品的这个机会。那我们看呢，可是呢，在整个这个交易整个这个牛市时代的过程当中，风险也不小。我们看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里呢回撤了几年，在这个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最大回撤超过30%，中间可能15%、20%上上下下的这样去波动。还有一个最剧烈的波动，在这个位置是50%，在这样的位置也有20%。就是在这半年、1年当中，经常回撤有10几、20%，这里有50%，50%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资产是折半的，虽然它又上去了，可是当你折半了之后，你已经没有信心再去参与它了。所以我们讲说，那从这里到这里的逻辑变了吗？没有，可是回撤发生了。从这里到这里的逻辑变了吗？没有，可是回撤发生了。从20%、30%到50%不等，风险非常大。那么我们讲说，仓位管理跟入场节奏还有止盈的纪律，这个时候要比任何宏观判断都更关键。我最近还在看大家，因为黄金白银很火嘛，我就还是会看大家就是别的财经作者发的一些东西。当然他们讲的没有错，对吧？那黄金白银它现在的背景是什么？是国际货币美元的信用下降，因为美国的这个债务比较高，然后呢这个地缘政治都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以前几年之前全都讲过。可是你仅凭这些去交易够吗？是完全不够的，完全不够的哈。在宏观上，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现在处于很简单的，就是处于萧条期，就是长周期的萧条期。在技术进步没有飞速的时候，大家说现在技术进步很快，没有到普及到任何一个角落的时候，现在这个 AI 对吧，它还只是在萌芽。那么上一代的科技，包括手机，包括这些都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那么在蛋糕有限的情况下，怎么样逆全球化？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的争执，资源的争执，这个贸易的争执，还有国家之间的战争。我写过这样的文章，就是战争期，对吧？到萧条期就是战争期。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萧条期的现象，而不是它的原因，是它的现象。那么同时伴随着商品的牛市。所以其实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逻辑能够指导我们怎么具体去入场出场，怎么去交易吗？不能。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个大方向是向上的时候，你依然要去做仓位管理、入场节奏跟止盈纪律的很细致的策略，你才可以走稳这一轮商品的牛市时代。好，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留言区给我留言提问。如果大家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你随手点一个小心心。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